他从后面偷偷瞄准妻子的屁股，然后一针就扎了上去。等妻子醒来，已经被五花大绑在了床上。她拼命地向丈夫求饶，可男人却转身关上了房门，紧接着拿起妻子的手机，查看他与另一个男人的聊天记录。得知妻子怀孕后，他再次拿出麻醉剂，即使妻子已经无法动弹，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扎了上去。而你们绝对猜不到，他的目的竟如此令人胆寒。半年前，身为急救医生的阿伟在执行任务中不幸发生车祸，从而导致下半身瘫痪，而妻子小美却对他更胜往昔，不仅照顾他的生活起居，还每天外出打工赚钱。然而阿伟对此还是不满意，他总觉得妻子会抛弃自己，于是趁着妻子给他做饭时，他偷偷往妻子手机里安装了监控软件，无时无刻关注着妻子的动向，就连妻子在卧室给客户打电话，他也得监听说话的内容。妻子摸了摸邻居家的小狗，甚至都会让他醋意大发，故意往牛排里插满钢针，然后外出时喂给狗子，因为只有处理掉所有隐患，他才会感受到一丝安全感。而对此毫不知情的小美还想着晚上要去做兼职，因为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。可阿伟听后却极力反对，他认为晚上的工作肯定不是好事，于是开始对着小美阴阳怪气。小美觉得他不可理喻，但考虑到丈夫的现状，并没有和他争吵，只是站起身离开了。深夜，独自在家的阿伟被伤口痛醒，好不容易拿到止痛药，却发现瓶子空了。打电话给妻子，又提示已经关机。崩溃的他只能忍着剧痛，在家里一顿翻找。好在小美提前备了药，可当阿伟用牛奶喝完之后，竟然将这瓶药偷偷藏了起来。等到小美兼职下班回来，他故意借题发挥，说自己昨晚疼得死去活来，打电话没人接，也没给我准备药，你是想等我死了好找别人吗？小美听后查看了柜子，确实没发现药的她连忙给阿伟道歉，说自己应该是忙得忘记了，现在立马就下楼去买。看着妻子离去的背影，阿伟开心极了，他就是要让小美感到愧疚，他觉得这样就能牢牢地拴住她，让她更在乎自己一些。这天，阿伟又像往常一样监听小美。小美和闺蜜诉说了止痛药的事，闺蜜劝小美趁早离开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垃圾男人身上。阿伟听后瞬间一个头两个大，意识到危机的他赶紧下厨准备了烛光晚餐。等小美回来后，就是一顿情场 PUA， 并对自己这段时间的行为疯狂检讨。这样的举动让小美感到很欣慰，丈夫终于能理解自己了。可还没等她高兴多久，在她收拾房间时，无意间看到了电脑上的监控软件，她这才明白过来，为何阿伟突然像变了一个人。想到自己含辛茹苦的为了这个家，一心一意的对他好，最后换来的却只有不信任，就算铁打的心也凉透了。于是小美二话不说，收拾完行李就夺门而出。等阿伟洗完澡出来后，一脸懵逼，直到看完电脑才恍然大悟，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酿成的，可残疾的他又没有任何办法。转眼6个月过去，由于一个人过得实在是太煎熬，他找到小美工作的地方，本想着来破镜重圆，却看到小美笑得格外开心，好像还谈了新的男朋友。而当阿伟看清对方长相时，变得更加气愤，因为新男友竟然是当初开救护车走神，造成他半身不遂的同事，并且二人还准备买母婴用品。很显然，小美已经怀孕了。阿伟意识到，如果再无动于衷的话，那么小美将会彻底离自己而去。于是他找医院里的熟人弄了些麻醉剂，随后故意和小美制造偶遇。起初小美并不准备搭理这个变态，可阿伟却说你的护照还在家里。没办法，为了拿回它，小美只好跟着阿伟一起回家。而趁着小美找护照的间隙，阿伟拿出麻醉剂，从身后偷袭并绑架了她。在确定小美是真的怀孕后，他给新男友发了分手信息，接着把小美手机扔进了河里，从此断绝了她与外界的联系。回到家时，小美已经醒了过来。阿伟见状，拿开她嘴上的腮补，阿伟又给她补了一针麻醉。等第二天小美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被松了绑，高兴的同时她想活动一下，可突然发现自己的腿没了知觉。此时的阿伟已经彻底陷入疯狂，竟然把小美也弄成了下身瘫痪。看着她再也跑不掉的样子，开心的阿伟已经幻想起未来，甚至还和小美举杯庆祝。而小美假装顺从，然后找准机会，拿起旁边的酒瓶就砸了上去。他边爬边疯狂地喊救命，可惜刚才的一击并没对阿伟造成什么伤害。他驾驶着轮椅追上来，然后又是一针麻醉剂。小美再次失去了意识，不过她刚才的呼救起到了作用。邻居大爷不停地按门铃，阿伟强装镇定地打开门，怎料大爷却固执地要进屋查看，不然就立马报警。当他走进屋内，就目睹了骇人的一幕。殊不知，身后的阿伟已经动了杀心。阿伟用家里最值钱的手表当做报酬，
请附近黑帮处理了大爷的尸体。可刚完事不久，警察就找上了门。不过并不是因为大爷的事儿，而是新男友一直联系不上小美，他怀疑小美的失踪很可能和阿伟有关。可当警察看到阿伟的情况后，并不觉得他有能力作案，于是草草盘问了2句就走了，甚至连最基本的搜查也省了。而经过这么一折腾，阿伟总觉得新男友是个定时炸弹。为了免去不必要的麻烦，他从小美包里拿走了男友家的钥匙，然后躲进人家的浴室。等男友全身放松时，突然冲出来给了他一针，紧接着又把男友的嘴撬开，先是喂了些头孢，然后又灌了一整瓶烈酒，伪造成喝酒自杀的假象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终于可以安心的和小美在一起了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想通了的小美开始主动示好。阿伟见状也不再捆着她，还给她买了辆新轮椅，给肚里的孩子准备了婴儿床。就在他以为马上能喜当爹时，小美却趁着上厕所的功夫，偷偷藏了把指甲刀，而藏的位置也是计划好了的，刚好可以导致她发高烧。心急的阿伟立马去楼下买药，但去之前还是将小美绑了起来。不过这次小美有了求生工具，她一点点剪断绳子，再用螺丝刀破坏掉门锁，拼尽全力站起，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。可这时阿伟恰好坐着电梯上来。小美见状顺着楼梯往下爬，阿伟也紧跟其后，二人很快就扭打在一起。小美想把阿伟从楼梯缝推下去，于是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螺丝刀，先是扎在了他后背，然后又是胳膊，最后就是手掌，刚好报了3针的仇，也让他掉下了10楼。影片最后，阿伟并没有死，只是下身残疾变成了全身瘫痪，连最简单的说话也无法做到。更加解气的是，小美竟然大着肚子来到医院，并以妻子的身份成了他的合法监护人。从那掩饰不住的笑容中就可以看出，阿伟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A partir de ahora, seré yo quien cuide de ti. Nunca te podré olvidar, porque me enseñaste a amar. Grito de champán, brindando por el nuevo amor.